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做家务。对呀，做家务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。小夏，你平时做家务多吗？我还行吧，会做一点，像扫地、洗衣服、做饭这些我都会。麦麦你呢？我也会一些，但是我妈妈说我有时候不够认真，比如我扫地的时候会漏角落。这很正常。那我们先来说几个和做家务有关的词吧。好呀，第一个词是打扫。对，打扫就是把房间、地面或者桌子弄干净的意思。比如我今天要打扫房间。对，还有一个词叫整理。整理就是把东西放好，对吗？对，整理和打扫有点不一样。打扫是清洁，比如扫地、拖地；整理是把东西摆整齐，比如整理书桌、衣柜。明白了，那还有一个词是洗衣服。对，洗衣服就是把脏衣服洗干净。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洗衣服还要分颜色。哦，对，像白色衣服和深色衣服不能放在一起洗。对，这样衣服才不会染色。那除了洗衣服，还有什么家务呢？比如做饭。对，做饭就是准备食物，做菜。说到做饭，有一个词是煮。煮就是在锅里用水加热食物，对吗？对的，比如煮面条、煮鸡蛋。还有一个词叫炒。炒就是在锅里用油快速加热食物，同时不断翻动，比如炒青菜。我最喜欢炒菜了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要说擦。擦就是用布或者纸把东西弄干净或者干燥。对，比如擦桌子、擦窗户。擦窗户的时候可以用湿布，也可以用干布。对，有时候还会用拖地。拖地就是用拖把把地面擦干净。对了，大家做家务的时候有一个词可能有点难，吸尘。对，我知道吸尘是用吸尘器把地上的灰尘吸干净的意思。没错，吸尘的时候要慢慢走，确保每个地方都吸干净。做家务的时候还会用到分类。对，分类就是把东西分成几类，比如垃圾分类或者整理衣服的时候按颜色分类。垃圾分类就是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分开。对，这样对环境很好。小夏，你觉得做家务难吗？有时候有点累，但是做完会很开心，房间干净，心情也好。我也是。我妈妈说做家务还可以学会独立生活。好了，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做家务的基本词汇，那我们来聊聊平时做家务的顺序。对，我平时做家务都是从整理房间开始。整理房间确实是一个好开始。你会先整理什么呢？我会先整理床，把被子叠好，然后把书桌上的书摆整齐。很好，这里有一个词叫叠。叠就是把东西层层叠起来。对，比如叠被子、叠衣服，叠整齐了，看起来房间就很干净。那整理完房间之后呢？一般我会先扫地再拖地。对，扫地有时候也可以用吸尘器，吸尘器方便一点。还有一个词是抹。抹就是用布把桌子、窗台或者家具表面擦干净，有点像擦，但是抹更强调用布或毛巾。哦，明白了。那厨房的家务又不一样吧？对啊，厨房有很多家务，比如洗碗、擦台面、整理食材。洗碗就是用水和洗洁精把碗洗干净。对，还有晾。晾就是把洗好的东西放在空气里让它干。对，比如晾衣服、晾碗筷。那做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词特别容易用错？有一个词叫切。切就是用刀把食材分开，对吧？对，而且还有剁。剁和切有什么不同呢？剁一般是把食材切得很小或者碎，比如剁蒜、剁肉。明白了，那除了做饭还有什么家务呢？洗衣服也是很重要的。对，
有一个词叫晾干。晾干就是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，让它自然干。有时候我也会用烘干机把衣服烘干。对，这也是现代家务的一部分。那你平时做家务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累？会啊，但是我觉得做家务的时候也可以放松，比如一边听音乐，一边整理房间。对，我也是，有时候我还会一边跳一边扫地，很有趣。哈哈，这样家务就不枯燥了。那小夏，你觉得哪些家务最难？我觉得拖地比较累，特别是大房子。对，我觉得厨房的家务最麻烦，油渍很难擦干净。没错，有一个词叫油渍。油渍就是油弄在桌子或者衣服上的脏东西，对吗？对，如果不及时清理，会越来越难擦掉。那除了油渍，还有什么容易遇到的？灰尘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，特别是窗台和家具上。对，所以我们平时要经常打扫。还有一个词是拖把。拖把就是用来拖地的工具，平时配合水用。好了，我们聊了做家务的基本顺序和一些词汇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家务的小技巧吧。好呀，我最想知道怎么做家务更省力。比如打扫房间时，可以先把地上的大东西收起来，再扫地，这样扫起来更快，也不容易遗漏角落。对，我平时有时候扫地时会被东西挡住，得绕来绕去，很麻烦。还有一个技巧是洗衣服的时候先分颜色和材质，这样衣服不会染色，也不会缩水。哦，我以前把白色和红色衣服一起洗，结果白衣服变粉色了。哈哈，这就是为什么分开洗很重要。还有厨房的小技巧，比如切菜前先准备好食材，这样做饭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对，我妈妈也是这么教我的。有一个词叫备用。对，备用就是提前准备好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，比如把切好的菜备用。那家务可以分工吗？我家里有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会分工做家务。当然可以啊，分工可以让家务做得更快，也更公平。我平时负责扫地和洗碗，妈妈负责做饭，爸爸负责修东西。很好，这样大家都有任务，也能互相帮忙。对，有时候我还会和妈妈一起做饭，她教我怎么炒菜。没错，那我们再聊聊家庭互动吧。家务不只是个人的事情，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做。对，我和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一起整理客厅，边整理边聊天，很开心。这样家务就不单是劳动，还能增进感情。有一个词叫增进。增进就是让关系更好，更亲近。比如做家务可以增进家庭感情。原来做家务还有这个作用啊。对啊，而且做家务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生活技能，比如叠衣服、整理房间、做饭、清洁，都属于生活技能。对，我觉得学会这些技能以后，自己住的时候就很方便。没错，还有一个词叫方便。方便就是容易做，或者对自己有好处。比如学会做饭以后，生活很方便。好了，我们聊了家务的基本方法、分工和小技巧。现在来说一些做家务的趣味故事吧。好呀，我有一次洗碗的时候，把碗打碎了，结果全家都被吓到了。打碎就是把东西弄碎，比如碗、玻璃杯之类的。不过打碎了也没关系，只要小心收拾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拖地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洒到客厅，滑了一跤。哦，这就是滑。滑就是脚底打滑，会摔倒。对，这样的情况也提醒我们做家务要注意安全。是的，有时候我还会忘记把洗的衣服晾起来，结果衣服一直湿着，很难干。哈哈，这就是湿。湿就是有水。没错，其实这些小错误也很正常，每个人做家务都会遇到。我觉得做家务的时候有趣的部分是发现很多细节，比如擦桌子的时候发现桌子上有小灰尘，原来平时没注意。
对，这就是细节。细节就是小的部分，很容易被忽略。没错，注意细节，家务做的就更干净了。大家今天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家务的事情，也学了不少词汇。对，我觉得做家务其实很有意思，不只是劳动，也能学学生活技能，还能和家人一起互动。对，而且做家务的时候也有一些小技巧和方法，比如打扫房间前先收拾杂物，洗衣服时分颜色和材质，做饭前准备好食材，拖地时注意顺序和安全。还有，家务可以分工，让每个人都做一些事情，既公平又轻松。对啊，合作不仅能让家务做得快，也能增进家庭感情。说到感情，有一个词叫温馨。温馨就是让人觉得舒服、开心、亲近，比如家人一起做家务，很温馨。我觉得温馨的家务时间特别有趣，边做边聊天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没错，其实做家务也是一种生活学习的过程。今天我们聊了做家务的基本方法、顺序、厨房和清洁的细节，还有家务小技巧、分工合作、趣味故事和安全提示，以及很多词汇。对啊，希望大家在做家务的时候也能开心地用中文表达，比如我整理房间了，我洗衣服了，我帮妈妈做饭了，这样既完成任务，又练习中文。没错，大家可以试着每天做一点家务，慢慢养成习惯，也能记住更多生活中文词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在家务中找到乐趣，也能学到更多中文。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聊天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，生活温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